江澄道：你们明日回去。魏无羡道：是，过了这月便要开新的福禄课，思追他们也有忌口。静默片刻，天边一朵云飘到近前，江澄哑声道：你还能结丹吗？能啊，为什么不能？聂怀桑都能，莫玄羽天资总比他高吧？魏无羡轻松道：也就是错过了最佳的筑基时期而已，不是什么大事儿，稍微麻烦一点罢了。那你好好修炼，别这么吊儿郎当的。魏无羡大言不惭道：我怎么没有好好修炼？我现在都与蓝湛一同早起的。江澄翻了个白眼，想吐槽，又忍住了。半晌，江澄道：我这次去寻南湖，拜访万卷阁。魏无羡奇道：你现在也喜欢收藏古籍？我寻了莲华心经的原本。不要把自己搞得跟个苦行僧似的，这个法子结丹也太累了吧。你要是寻到什么双修结丹的法子，可以拿给我看看。江澄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魏无羡，急道：蓝忘机对你很好。魏无羡莫名其妙：是啊，你收敛一点。魏无羡不解其意。啊！江澄似乎憋了一口怨气，胸膛起伏，半晌才道：你和蓝二好好过日子。魏无羡满头雾水。江澄想起他某天下午提前返回，不由自主的便去了蓝忘机和魏无羡住着的小院，见魏无羡坐于阵法之中，全神贯注于法器炼制。蓝忘机在阵前摆了一张书案，颜料丹青置于案上，同样全神贯注的作画。江澄轻叩院门，魏无羡未闻。蓝忘机抬起头请他进来。江澄走近，见蓝忘机面前是一幅魏无羡炼器图，画上的魏无羡面容秀逸，神情专注，一双眼睛被阵法光芒映出明媚的桃花色。案旁是已经画好的另一幅画，是魏无羡正在翻阅书籍，面前零零碎碎摆了一堆灵器物件。魏无羡左手拿书，右手把玩着一条长绳，画面灵动自然，少年人的聪灵慧侠跃然纸上。魏无羡在专心给精灵做法器，蓝忘机在专心的画他，还画的这么情人眼里出西施。江澄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虽然一直知道他们是这种关系，虽然听精灵说过33道界边，虽然也亲眼见识了几次蓝忘机有多宠魏无羡，但是一次又一次的被刷新认知，一次比一次过分，江澄还是觉得怪，真他妈的怪。蓝忘机一定是有病。好好的世家公子，景行寒光，不仅是个断袖，还是个被魏无羡迷得神魂颠倒的断袖。但此时听魏无羡漫不经心地说出双修，为了取捷径结丹可能另寻姑娘，江澄一贯不满蓝忘机的心里竟生出一丝同情来。蓝忘机是真的对魏无羡太好，好到江澄都于心不忍，但江澄毕竟还是向着魏无羡的。江澄心里翻江倒海，盘算又盘算，心思转了千百回，然后几乎是小心翼翼地问：你跟着蓝二是不是因为没有别的去处？江澄想，魏无羡这一世归来，孑然一身，无牵无挂，突然遇到一个对他极好的蓝忘机，一开始便被感动了。处了几年，也许还是不习惯蓝家，也许还是更喜欢姑娘，毕竟魏无羡前世看过的春宫图册，车载斗量，又不是个会拘着性子的人，也许慢慢就憋不住了。魏无羡愣了。江澄上一秒还劝我和蓝湛好好过，下一秒就猜我不是自愿跟着蓝湛，为何？江澄纠结半晌，你若是你还是可以常来。他们早已合集，若是魏无羡真做出什么事情，恐不为蓝家所容。魏无羡开心了，原来是为了这个。他快快乐乐的道：我们年节时候还会来的。江澄又想，魏无羡说双修说得如此坦然，也许蓝忘机是允许他自己寻开心的。不管怎么看，蓝忘机对魏无羡都是千依百顺，纵容过头，可能蓝忘机会默许他这样。搞不清楚他们到底什么关系，江澄越想越怪异，最后还是说：你好好过日子，过不下去了就过来。魏无羡想说云深不知处特别好，蓝家特别好，蓝湛在的地方哪里都好，话到嘴边怕江澄多心，又把话咽下去，只道：我会的。因为不明白江澄到底在琢磨些什么，魏无羡答得言简意赅，怕一不小心错碰了江澄心里哪根弦。江澄想，魏无羡平时话多得像连珠炮，今日这样少言寡语，怕也是自己触了他内心纠结之处。
于是江澄想方设法开解。其实有些事情也没有那么重要的，可有可无的。你好好修炼，多找些事来做，让自己忙一点，忙一点就没有那么燥了。江澄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同魏无羡讨论这种话题，说得磕磕绊绊，说完又觉得魏无羡可能根本不明白自己的意思。魏无羡的确不明白江澄什么意思，一脸茫然地看着江澄。江澄忍无可忍道：你克制一下自己，不要想着找姑娘双修。魏无羡完全愣住了，把江澄的话串起来想了半天，突然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大笑。江澄完全不明白魏无羡到底在笑什么。魏无羡笑得岔气，笑得只想在地上打滚，笑得眼泪都掉了出来。良久，魏无羡止住笑，坐直身体，整了整衣袍，直视江澄，正色道：江澄，我跟蓝湛好，绝不是因为感动或是想报答他，也不是因为无处可去，我就是喜欢他，特别喜欢，喜欢的不得了，很早以前就喜欢上了，我离不了他，看见他就高兴。你放心，我会和他好好过的。至于别的事情，魏无羡不打算同江澄解释。一来，江澄不需要补充这类的知识；二来，他的蓝湛在床上有多凶，只能他一个人知道。魏无羡敏锐地察觉到气氛有一丝不同寻常。金陵的20周岁生辰宴，不仅是金陵执掌家印之后第一次广邀仙门百家庆祝自己的生日，也是兰陵金氏自失去仙都之后首次大张旗鼓地举办百家清谈会和围猎活动。金陵台内，作为兰陵金氏唯一的嫡系继承人，金陵已经得了金子轩旧随的支持。随着此前被金光瑶打压的几只旁系和部分金光善旧部也倒向金陵，本家一些阁老也开始改变立场。金陵台外，江氏和老金夫人母族自然是鼎力相助。江澄维护外甥的姿态格外显眼，让人无法忽视。魏无羡自觉不懂亦不耐大家族内务，也不便留下交往过密的印象，没上过几次金陵台，只在夜猎中多次帮衬，助金陵扬名。今年亦是亲自护卫钱江之行，协助金陵成为了年轻一辈中首位荡平百鬼的家主。金陵顶住巨大的压力，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坐稳了家主的位子。眼下的生辰宴盛大而华贵，金陵台下万顷花海，金星雪浪，摇曳生辉。金陵台上美酒佳肴，觥筹交错，歌舞升平，美轮美奂。然而魏无羡始终觉得有一丝微妙的不和谐。例如，金氏若是真想举办最高规格的宴会，各色器皿当为金器而非银器，四周明灯间应有水晶盏而非一色红龙。也许是金陵决心改掉金氏一贯的奢靡之风，也许是还有些小人在暗地里使绊子，这些人没有办法再有大动作，便在细微处寻不愉快。这些念头还是彻底摁死了为好，不要让恶意有机会生长。金陵台上，众人环形落座，上首是金陵，场中是助兴的琴师们。魏无羡的目光落在为首的弹琴者身上，他似乎有些紧张，时不时错几个音，被身后其他乐手的琴音掩盖过去。这不过是一曲最为平常的华彩乐章，作为领琴者，不应有如此多的疏漏。变化只在瞬息，魏无羡见领琴者指尖闪过一道细长的灵光，瞬时琴弦断裂，琴身放出一声嗡鸣，主琴声戛然而止。琴弦已断，祝祷曲若是再中断，大为不及。魏无羡身形先动，一个纵跃便落于领琴者身旁，他的手已经放于陈琴上，却在抽出时有了刹那的犹豫。金晨整理仪表，魏无羡便有失神，一身郑重其事的白衣，怀揣精心准备的礼物，何其相似。魏无羡不想在金陵台上动用鬼笛，至少不想在今天。他犹豫的瞬间，身侧便有风声破空而来，是熟悉的灵力波动。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听完整版故事。